得让这些朋友不至于那么紧张，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、老朋友，要帮他们暖个场。这位朋友前2季喜剧之王单口季一直陪伴我们，这一季他也不能缺席，我们掌声有请终身现役的刘洋。哎呦，非常的激动，然后非常开心回到这里，非常开心回到这个舞台。但这次不是来比赛的，这次就是来给大家开一个场，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，就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比赛的时候，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很简单，就是长见识，每天都在长见识。我有个儿子，各位知道吗？哎，真的，时光荏苒，朋友们，当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儿子刚刚出生，谁能想到2年后，我儿子已经2岁了。哇，天哪！然后我前段时间让他给我长了个见识，带我儿子去体检，我给他买了个体检套餐，然后到了医院之后，然后医生跟我说，他说先生你好，你这个套餐里面啊不包含听力、视力和智力，要不要加钱测一下？我说这是我唯一关心的3个指标，谁关心我儿子尿不尿糖啊？然后我说得测呀，你这套餐套什么了？就套我了这个。他说 OK， 那我给你测呀。他先把我儿子放到一个凳子上，然后在2边打了2个响指，然后给他拍了张照片。我说 OK， 这是建立档案吗？他说已经测完了。我说就您这2个响指，大概我得单交多少钱？他说您到那边交900块就行。我说多少钱？幸亏没问。我怕他觉得我听力有问题啊，太可怕。然后他问我，那先生智力还测吗？我说这不已经测完了吗？他爹是这个智力，儿子能好到哪儿去呀？这不2代弱智吗？是吧？我带我爸也看过病，我带我爸看病的时候也很长见识。我爸是这样，我爸60多岁了，然后他呢小腿突然开始肌肉萎缩，然后我带他去医院，我给他挂了个巨贵的专家号，各位1200块。1200块，我说我爸的腿有没有毛病无所谓，我的孝心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！当代24孝，刘洋挂号，太贵了这个号，这号贵到我爸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我爸见到医生，先跟人家分析他的病情，说您说我这个病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？医生说一般60岁啊就不小儿了。我听了之后我就一个感受，我说你看，我说我儿子智力不用测吧啊，祖孙3代弱智啊这是。但是1200块的医生真的很厉害，他捏了我爸小腿一下，就说出了一个特别让我长见识的病，各位100%真的。他说你爸这个病叫做肌肉周围神经病。我说什么病？他说就是您父亲啊，小腿肌肉的周围出现了神经病。我说哦，现在呢？现在还有神经病吗？更严重了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一直在长见识，我性格都已经变了。以前的我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努力啊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尽力了，尽力了。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今年年初我长了一次见识，我受邀去参加 Vogue 的年会。Vogue 呢是一个很顶级的时尚杂志，它每年会邀请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名人去参加哈。尤其是那种初出茅庐便大放异彩的人呐。哎呀，然后那些大放异彩的人没空，我就去了哈，我去了。然后我其实非常害怕时尚。有一次我去拍那个时尚杂志，
然后那个人先给了我一件座山雕一样的皮草穿上，然后外面让我套上一个福尔摩斯那样的大衣，在外边还要套一个木木警官那个风衣，在外边还要穿一个雨衣。我说 OK， 是一会儿明星来了从我身上挑衣服吗？1.73米被当做衣服架子的这个机会可不多呀啊！我手抬起来再挂2个围巾得了。我非常非常敬畏时尚，所以那天 Vogue 年会的当天，我用单口喜剧演员最高的礼仪来打扮自己，我洗了把脸，哦，哎，甚至敷了个面膜，朋友们，哎呦，太精致了！我一看镜子，我说这还是刘洋教主吗？这不仙女教母吗？哎呦，太精致了！然后敷面膜的时候，我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字叫《蝙蝠侠大战超人》。各位，蝙蝠侠，一个靠装备的普通人，他要跟超人这个外星人做决一死战。你知道在决战前一天他在做什么准备吗？蝙蝠侠第2天要跟一个外星人，一个会飞、胸肌能挡子弹、刀枪不入的眼睛能冒激光的外星人决斗。蝙蝠侠在健身。我说大哥，这来得及吗？啊，在那哐哐蹲腿。我说别蹲了，一会儿力竭了见到超人直接跪下了。不是，你现在练着健身干嘛呀？你是打算拿胸肌夹住超人的斗篷，让他飞不了吗？见到超人一展背，超人说：“我去，天怎么黑了啊？”你要干嘛呀？各位，蝙蝠侠尽力了，没有别的选择的努力，就只能叫尽力。我敷着面膜，我无比同情蝙蝠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了当天晚上 Vogue 年会的整体安排。各位，我被安排全程跟米卡一起合影。米卡是一个巨帅的外国 idol， 他的头就这么大。我与米卡。米卡去做脑部 CT 能给他打8折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全程跟他一起合影，一起拍照，一起接受采访。只要有他的镜头里，就有这么一张大脸。而我做的唯一的准备是敷个面膜。我说我有什么资格同情蝙蝠侠？我天！我当天还本来打算打扮成一个帅气的魔术师，知道活动安排的那1秒，魔术师变成了小丑。站在米卡旁边，小丑变成了好丑。米卡才是魔术师，一下子就把我的笑容变没了，太神奇了。活动现场我也尽力了，各位，真是尽力了。一屋子明星，你真不知道跟人聊点啥，一个话题都没有啊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划拳。我以前以为划拳就是2个成年人在那比10以内的数字的大小。一个人在那5魁首啊，8匹马呀，你数字小你喝。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？比咱们就比大一点的呀。我从来没见过2个人划拳是比真正大一点的数字。一个人在那5的6次方，6的5次方，谁输谁喝。全桌人都懵了，谁输了啊？哎，在这儿啊，为了让各位能更好的欣赏后面的演出，我先告诉你们，5的6次方大。别一会儿演出也不看了。就想着拿到手机，点开计算器，点开之后还不会摁，只能在那5乘以5乘以5乘以5。尽力了，真是尽力了。但是最后也想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结局。你们知道蝙蝠侠大战超人最后结局怎么样吗？一个人跟一个外星超人的结局是他俩打平了，他们俩最后和解了。他们和解的原因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这就是他们和解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俩的妈妈名字一样。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，编剧尽力了，编剧得了剧本周围神经病啊，尽力了，真是尽力了。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跟所有比赛的选手们说一句。这个比赛名次真的不重要，尽力就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请务必尽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洋教主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刘洋的开场表演，谢谢。不是，开场表演怎么还打分啊？这是。
哦，恭喜刘洋获得4票啊！黄渤老师这个老朋友了，虽然今年是第一次见哈，这可不是，前2天还见，前天在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番外的活动上，是旁边的一个活动。主持人，我的天哪，哦，光芒万丈。我们在台下就欣赏，因为这2年真的是就一直在刘洋的光芒的抚照之下，这个，哇，在 Sketch 的舞台上看到他的精彩。你说这2年没有刘洋，咱中国喜剧怎么弄呢？是吧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呦我天！快把这段剪了，我家得散。哎，这段剪了放我墓碑上播。不能说是台柱子吧，也应该说是半壁江山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，不是，咱中国喜剧半壁江山这么方吗？就是能看出来，一个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，然后对待工作的态度，另外一个就是对待家里边这个确实经济可能是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孩子挂号费贵，确实太贵。太高兴了，能够看到这个刘洋在四处闪光。乃文哥呢？这相当于这第一段线下观赏的脱口秀表演了，挺燃的，但是线下更强烈。比如说，我记得你说过一个那个全飞秒，对，做近视手术，到现在我钱都交了，我都没做，害怕。真的，我这个眼镜都是真的，我都害怕，因为你看你对这个咱们的这个医疗事业做了很大贡献。李老师，您这么说完，我还能有商务吗？我这，你担心的是商务，不是看病吗？但是你的代入感真的强。你说那个谁那个头啊就这么大的时候，我拍的同时，我发现黄渤老师也在拍，两个头大的人特别有同感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下就觉得，哎呦，这旁边人怎么脸都这么小？你是不是有这同感？你平时拍戏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些这个非常帅的男生，包括还有一些女演员，对啊，你看跟你在一块儿。他其实比你往前多站了一步，拍出的照片，你依然脸比他大。没错，我们全景比他们的近景都显头大，所以很痛苦，所以特别理解你的痛苦。你的代入感让我真的全情投入，欣赏了一段非常棒的这个脱口秀。你怪不得叫教主，我觉得是有原因的。谢谢，我天，真的，真棒。不，也别太往心里去啊！他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一个。你说的这倒是有道理啊！一会儿我发现您跟谁都这么说，一会儿再听一段，看是不是排第2了。下一个我就会说，怪不得你能入围。再下一怪不得你第3个奖。小马老师呢？啊，我跟刘洋上次是在那个喜人，然后你自己本身你到底会更偏向哪一边？你会更嗨哪一边？演电影儿，朋友们，我参演的电影《魔方小姐》已经开始上映了，大家可以多看一看。好嘞，太好了。在这个1个多月之后播出的时候，咱们啊，那个时候也可以关注黄渤老师的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啊。哎呦，哇，哎呀，这是，怪不得发展的这么好。